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川习会结束了，但这次的焦点不在谈判结果，而在镜头之外。你可能也看到了那段画面，两个人，一张长桌，一场几乎没有互动的画面。习近平全程低头念稿，气氛僵硬到可以用刀切开。镜头一转，保镖成排小跑护车，那场面比外交更像是戒备。同一天，人民日报出现了一个离谱的错字，把习近平打成了习近乎，一个字全网炸开。有人笑说是笔误，但更多人觉得那恰恰写出了当下的真相。他还在台上，却近乎身不由己。更微妙的是，这场会谈里没有台湾，没有战略，只剩下一串经济让步清单。川普笑了，习近平沉默了。这一场外交表面平静，背后却是权力重组的信号。釜山是舞台，北京才是剧本。因为就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后，经贸与外交的决策权已经不在他手里。这趟出访不像一场谈判，更像一场被迫的登场。习近平或许仍是那个主角，但已不再是导演。今天我们就从釜山那一张长桌说起，看懂一个被安排的出场，以及一场正在北京悄悄发生的权力转移。10月30号，韩国釜山金海空军基地，两位全球瞩目的国家领导人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6年后再度会面。这场川习会原定4小时，实际只谈了1个多小时。从画面看，现场气氛并不轻松。镜头里，两人隔着长桌对坐，习近平神情严肃，全程低头照稿念，语速缓慢，几乎没有和川普对视。每当翻译停下，他仍低着头看着讲稿。相比之下，川普显得比较放松，始终直视对方，神情平稳。这样的对比让外界注意到双方在气场和主动性上的差距。会后的一幕也引起关注。当习近平离开会场准备上车时，身边数十名保镖突然小跑护车，直到车门关上仍未停下。这一场面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，形容是对安全警戒的极端展示，也反映出领导人被高度保护的状态。同一天，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报道这场会面时，将习近平误写为习近乎，错字很快在社群平台上疯传。有人打趣说是输入法出错，也有人担心编辑可能因此受处分。其实过去也曾发生类似情况。2013年，海西晨报将习近平写成习近平，2名编辑被停职。2011年，南宁晚报也出现同样错误，报纸紧急回收。2010年，央视网站甚至出现过刁近平的误字。这次习近乎事件虽然只是笔误，但在政治语境下仍引起议论。不少人认为，这场会谈与其说是外交破冰，不如说是一场被动的应对。接下来是工商时间。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持牙齿，天天刷牙2-3次，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震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盯屏6到8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、眼压紧绷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泪膜滋润。有 86% 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、更滋润。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？如果你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。 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。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，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，睡一觉。这个眼贴在工作、睡觉时都可以用。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泪，试用后就可以了。用完撕下来，不扯皮也不化妆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下面的链接，输入我的优惠码大时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釜山金海空军基地的会晤结束后，
川普第一时间在社群平台发文，公布这次川习会的谈判成果。他列出4项重点：第一，中国将开始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、高粱等农产品。川普写道：“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，他们应该马上去买更多土地，换更大的拖拉机。感谢习主席。”第二，中国同意在未来1年内继续公开自由地出口稀土、关键矿物和磁铁等战略物资。第三，中国承诺将努力配合美方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，协助解决美国国内的毒品危机。第四，中国还同意启动从美国采购能源的程序，可能会出现规模庞大的阿拉斯加石油和天然气交易。川普强调，今天达成的这些协议将为数百万美国人带来繁荣与安全。作为回报，美国同意对中国降低10%的关税。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分析说，这场会谈双方都有收获，但美国的成果明显更大，因为美国的关税是临时加上去的，降下来很容易，哪天想再加也随时可以，而且加多少降多少全都由川普说了算。相对之下，中共要付出的是真金白银，从美国买大豆、买石油都得花钱，帮忙拦截芬太尼，实际上也在替美国解决社会问题。而稀土出口延续1年管制，更是替美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，让美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供应链和寻找其他来源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川习会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。石坂明夫指出，这对台湾而言反而是好消息，因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据早前报道，中共原本希望透过这次会谈换取川普在台湾问题上的某种表态，例如不支持台独，但川普没有答应。在会谈前，他甚至对媒体说台湾就是台湾，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再和中共谈。石坂明夫认为，川普不表态本身就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立场没有改变，未来习近平若想在台海采取行动，也得更加慎重地考虑美国的反应。这场会晤没有触及台湾议题，看似是战略上的克制，实则反映出中共更深层的政治现实。为什么习近平如此沉默？为什么整场会议结束得如此仓促？答案不在釜山，而在北京。资深媒体人郭军认为，这场会晤并非习的主动选择，而是一场被迫的演出。他在精英论坛上分析指出，中共4中全会之后，北京的外交与经贸决策权已悄然转移。官方报道中罕见的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以谈促稳，取代了过去2年高频出现的敢于斗争、东升西降。这种语调和方向的转变，显示出主导外交的已不再是习本人，而是一个由党内保党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核心。这个集团的首要任务不是斗，而是止血，稳经济、稳外资、稳社会，哪怕是贵，也要先稳住经济。并且早在川习会之前，中共内部就已出现了2条对美谈判线路。名义上由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率团代表中方出面，但实际操作层面，真正主导与美方讨论经贸文本的是李成钢，原任中共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。李成钢今年4月被调回国内，出任对美经贸谈判首席代表。表面上他是由习近平任命，但他长期在中共商务部与 WTO 代表团工作。2000年代至2010年代，主要负责国际贸易谈判。这一系统的人士多与朱镕基、温家宝时期的技术官僚路线一脉相承，强调入世派、技术理性、对外开放。因此，在政治分类上，李成钢被不少观察者视为改革派技术官僚，其政策风格与习近平主导的政治安全派形成鲜明对比。就在川习会前几周，新华社突然发布一条异常的任免公告，称免去李成钢职务。这则通告使用的是4月的旧资料，按理只是补录行政手续，但在谈判关键时刻发布，显得格外微妙。几天后，李成钢又以首席谈判代表身份出现在马来西亚，与美方代表贝森特同框出席会谈，站在何立峰与美方代表之间。这意味着他并未真正被免职。北京政界普遍认为，这条撤而未撤的新闻
是中共内部权力角力的副产品。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，围绕是否以强硬对抗美国的问题，岛内出现了两条路线。一条由习与其副手何立峰主导，主张继续以稀土、芯片与军事压力为谈判筹码，延续东升西降论述；另一条则由李成钢代表的保党派技术线掌控，主张重回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，哪怕暂时让步，也要稳住外资与出口，防止经济全面崩盘。而李成钢背面又现身的戏码，恰恰体现了这种双线并行、彼此牵制的状态。从那一刻起，北京政权内部都明白，这次谈判的主导权已经不在习近平手中。双线分工最具体的分歧出现在稀土问题上。10月9号，中共商务部宣布启动全球稀土长臂管辖，扩大出口限制范围，并准备分阶段实施新规，这是典型的习派强硬策略。然而2天后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说，如果中国将稀土作为政治武器，美国将全面启动替代计划。消息传出，伦敦金融交易所的稀土期货应声暴跌 12%， 中国稀土股也集体跳水。仅仅3天之后，北京宣布推迟实施稀土出口新规，并表示研究细化方案。熟悉内情的官员透露，这一决定不是由习拍板，而是由新成立的中央经贸协调小组紧急干预做出的。该小组由财经系统与改革派元老主导，决策层级高于商务部。这标志着习对重大经贸与对美策略的拍板权已经部分丧失，经贸决策权的转移也连带走了外交主导权。10月中旬，李强在访美行程中提出，中美关系就像夫妻吵架，会有分歧，但他们仍然保持紧密关系。这句话是汪洋过去的讲话，而不是习的语境。这也是习近平上台10多年来，中共外交系统首次在官方语境中抛出和而不同的比喻，语气之软与过去的敢于斗争形成鲜明对比。此后，整个外交口径都明显下调，宣传系统开始强调稳定、合作、互利，这些转变都指向同一个结论。虽然习近平在名义上还是国家主席、党总书记、军委主席，但也不能自主拍板了。创习会上，习近平只是被迫出现在镜头前签字盖章而已。这也解释了福山会场上习近平一语阑珊的异样表情，避而不谈台湾问题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战略自治，而是因为在这场内斗的格局下，习近平根本没有决定权。他虽然还在台上，但手里的笔和枪已被收走。这一切都说明，中共四中全会之后，中共已经进入了后习时代，真正的决策者早已换人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